赖清德昨天他讲长篇大论讲半天了哈，但是呢，打到杂质呢变成大家关切的重点。那总统府今天的这个文字稿好像没有这一段哦。那但是呢，总统府有出来说赖清德讲那个什么炼钢啊，锻炼啊，讲了很多次的讲炼钢啊哈，但以前讲炼钢没有讲到杂质，这是炼钢把杂质讲出来了啊。所以呢，就是说呢，而且特别讲到团结，这我就不懂，我真的不了解。所以赖清德也不是个也受过教育的人啊，对不对？你任何事情总要有逻辑嘛。你这边讲要罢免，这边讲要团结，你怎么个团结法呢？这很奇怪啊，对不对？你这两个是矛盾的，你自己想不懂吗？对不对？但到底怎么会讲出这样的话呢？就让人就觉得很奇怪嘛。那现在不但如此，还要把杂质打掉。那当然，在野党就很气嘛，就每个都变成杂质了。今天他们自己见面都还有杂质啊，互称杂质哈，就把杂质每一个都把杂质当成这个赖清德昨天讲话的重点。所以总统说：“你们搞错重点，怎么搞错重点呢？哦，那重点不就是这个东西吗？哦，朱立伦说全世界最纯化的就是北韩哦。那另外呢，这个王宏威说你输不起了哦，所以呢用不同意罢免的票让他输到底了哦，你不投你赖清德就是杂质，而且你现在不要忘你是40%呢。”你同一天选举，你40%要打掉60%，这也很好笑啊！哦，全世界有这种事情吗？哦，所以民众党是说呢，狐狸尾巴露出来，你看看，哦，去年讲要洗涤人心，今年要打掉杂质，比洗涤人心更令人不寒而栗。哦，你到底什么意思？哦，那网络也震撼了。哦，网友说，那其余人口就变成后来又变成杂质吗？哈、哦，那媒体人说呢，新闻稿有一点不同，可能不见了。他也觉得说不合适，而且反应太坏了嘛，对不对哈？那所以总统府说呢，不要你们过度解读了，哈。那到底怎么回事？我们看一下。国家实讲第2场，总统还兼任场控者，只是说好的团结。这80%的民意要透过一次又一次的选举罢免，一张又一张的选票。像打铁铸剑一般，一锤又一锤，千锤百炼，百炼成钢，打掉杂质，淬炼出捍卫主权、守护民主钢铁般的意志。在野党听了不是滋味，民众党率先发图卡，打算罢免是要打掉杂质，还是只是要练出德意志？这是一个民主国家的总统应该说的话吗？我希望是失言，不是他的真心话。好好的澄清，好好的道歉。不过府方否认相关谈话为罢免3点声明，强调总统以打铁铸剑为例，重点在于用民主淬炼出守护民主的钢铁意志，淬炼出国家团结力量。另外，淬炼结果指的是反共的中华民国派加上保台的台湾派，而且在2019年，总统则用铸剑发表相关谈话，顾盼政治人物勿过度解读，模糊以团结国人为主题演讲。只是看看总统府的新闻稿，相关段落未出现打掉杂质4个字。对此，府方私下透露，纯粹仅是重点摘要问题，并无特别原因。然后徐志远委员是台大机械系毕业的高材生哈，来机械系要讲炼钢，来共点，对，打造钢铁。对啊，这个百炼成钢嘛哈。刚那个我们的赵大哥提到，就是说啊，钢其实有一些其他的成分啊，那啊就是除了铁还有碳，那还有其他的合金。啊，那包括镍，包括钴啊，这个是所谓合成钢了哈。好，那当然，我想赖总统讲的杂质并不是这一个合成钢的意思了，他的意思就是说，其实我们的共同价值是什么？比如说，我们刚孟凯讲的一点，我觉得还蛮认同的，就是说中华民国派也都是反共产党的，我觉得这一点我是很认同的。我们希望中华民国台湾，我们生在这个国家啊，那你今天我们也不讨厌中国人啊，就是共产党，我们这个专制的社会、独裁的国家，我们就是反对独裁的国家，反对专制的国家，反对想要并吞台湾或并吞我们中华民国的国家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共同价值啊。那其实它杂质不是针对说哪一个人了哈，这我们是希望这个思想，就像那个。刚赵大哥讲，我们在炼钢一样哈。那刚刚总统也有提到百炼成钢
啊，千锤百炼。那另外一个就是你看到我们要喝到的一个干净的水，它经过一连串过滤的系统。啊，那它把那个杂质慢慢的去除掉，最后出来是一个干净的水，我们可以喝。啊，所以它不是针对人，而是说这个思想里面，如果说你今天不是反共的，所以他才会讲这样嘛，反共产党啊。你看现在在台湾周围军机绕来绕去，我发现有很多人不怪共产党，怪民进党。啊，是共产党想要并吞我们，是共产党飞机在那边绕来绕去。就竟然不是怪共产党。如果像你讲的这么好，总统府为什么把它拿掉？就发觉不对了嘛，因为会容易被误解。那这误解干嘛讲？要解释半天嘛。你要团结，他本来意思是这样嘛。这样了哈，老共的飞机来，我们当然怪他，哪有不怪呢？天天问你没有那个，但是你要讲他为什么要来呢？你原因也要想啊，你可以不惹他吗？他就是这样啊，你说好。我不要惹你，不要让你找到借口。你台湾现在要做的就不要让你找到借口。其实如果继续走经济改革路线哈，其实我们不至于会吵到现在这是一个哈，另外一个哈，你要谈中华民国派，我就告诉你什么叫中华民国，我就是中华民国派。反共、反台独，你不要只讲到反共。中华民国派除了反共也反台独，你们为什么要搞台独呢？要团结怎么搞台独呢？反共要反，我们不喜欢共产制度，我也反对台独嘛。好，另外呢，昨天赖清德还讲什么古宁头啊，823呢？你好意思讲这个话？古宁头是谁打的？谁带领打的？蒋介石。823不要忘了，蒋经国还冒着危险，冒着枪林弹雨跑到金门去慰劳那些官兵去看。没有蒋氏父子，我告诉你，台湾早就变成大陆就拿共产党拿去了，赖清德就变成他最讨厌的中国人了。要想到这些，你这都不讲了。哦，这样古宁头823古宁头，我就想听到人家讲什么，对不对？你今天这个把台湾搞成这样子，你还好意思提古宁头823？他整个就是反共产党。哎呦，我的天哪！来，这个杂志之一，龙介兄想了解，杂志之一，假搞啊！他早上看到我就找我在讲恁是杂志，无这个意思。好啦，你听我讲嘛，有这个意思，无这个意思，你讲和我讲的是无同，吼。伊叫做假稿，300家献会，谁帮他写的我不知道。哦，后来要给捧他是接在哪里？就是说，透过一次一次的选举罢免，打掉杂质啊。对呀。好，那你为什么要打掉杂？咱台湾话咧讲起来啊，就是说炼钢是这样，1日3年，3日9年，9年成钢，有人讲杂质吗？过来。那个杂质是在你在捶打的过程当中的一个氧化物，把那个氧化物氧化成怕掉而已。阿那年，我昨天接到这个通告，我本来今天早上太早了，我怕高铁把我拦下不让我上车，因为杂质对，杂质不可以上车，不是因为卧虎藏龙啊，有一把清明剑，那郭长喜郭大师，那他有送我一把剑，哇。很漂亮，我早上本来要带那一把剑来，我说这个刚捶打的过程当中，怎么会有杂质，对不对？那这么漂亮，然后他本身又是说，最主要他起心动念哦，把大罢免结合，所以让很多本来就有将近60%的人讨厌大罢免。好，那你们现在就变成这，我跟你讲啊，台湾现在我们。两蒋对台湾最大的贡献就是让台湾教育普及，所以大家都会明辨是非，会思考。你现在就不投绿的，反对大罢免的，还有另外一个就是绿的里面哦，如果不是赖系的，那这些都是杂质。所以是超过60%哦，不会严重，超过60%哦，那就是有1420万以上的人都是杂质。那在这1420万以上呢，其实大概是只剩下我最希望能够跟他团结的。今天你当一个总统，你要团结这些人。我们坦白讲，我捍卫中华民国一路以来，共产党要消灭中华民国。台独也要消灭中华民国，然后你这个冰火二重天，你把中华民国跟台独搞在一起，啊，你的牛呀，你的喝水啊，你自己的心闹赛呀嘛，对不对？所以你就变成
人民是不希望被当成杂质的。你这种话讲出来 ，kimoji 大家都别送了。所以对你怎么会有认同呢？你要拿什么来团结呢？那我们就不认同你这种杂碎论嘛，你这种杂碎的言论嘛，你怎么会把人民弄成是杂质？每一个立法委员哦，他背后都是代表一大票的人民的认同的。所以我最后就一个结论嘛，如果你不认同这个论点，那你不同意大罢免，你就出来投不同意吧。好不好？因为这样子，因为今天啊，很多人跟我讲，听了昨天赖清德讲话，有点不寒而栗，对，毛骨悚然。为什么哈？毛泽东常常讲，毛泽东常常说，不止说一次，他说我们要像炼钢铁一样，锻造我们的队伍，把坏分子彻底清除出来。讲过很多次啊。对，坏分子不是杂质吗？北韩讲的更彻底，我们要用铁拳击碎内部动摇的资本主义思想，把思想上的杂质连根拔除。我不知道他现在跨性面会哦，他怎么会想到这个杂质？我都很好奇。被共谍渗透啊！从哪里搞出来的？他旁边是不是有问题？休息一下再回来。好，终于烧到国民党党中央了。之前我就想，他这个各地地检署哈，是一个到那个地方党部去搜啊、去传啊、押关啊，他有4个步骤嘛。哦，这个约谈、搜索、起诉、扣押，哦，这个羁押，哦，那现在烧到中央党部去了，哦，说因为罢免陈莹呢，被陈莹告，哦，那说国民党的左派会的副主委、专门委员。今天都被约谈哦，而且谈很久哦。那另外呢，陈莹还说，朱立伦不要让基层背黑锅哦，说怎么找党工呢？要找你啊哦。那另外呢，这个国民党说这叫司法追杀哦，就已经到了党中央去了啊、哦。那另外呢，到了大罢免最前面7月20几号的时候，突然哇，这个案情大爆发哦。那另外呢，这个国民党说这是要办蓝不办绿哦。这个检调呢变成大罢免的打手哦。那另外呢，这罗明才的服务处的主任跟他助理也被声押，说呢这个他们去罢免民进党的议员呢，没有罢免民进党的立委，就罢免议员，就你罢免我罢免你，就是说有死亡的人也来联署啊，说牵涉到死亡联署啊。另外呢，今天新北地检署起诉新北党部呢31个人，31个。哇，这多大规模啊！哦，书记长还100万交保啊。那另外呢，这个陈玉珍就说，国民党的立院党团也告发罢免团体灌水啊，所以有些到9成啊，王宏威、李彦秀、罗志祥、小金、赖士葆、洪孟凯这些人的提议书，就他分2个阶段，第一个阶段跟第2个阶段哦。那超过90，就是2阶，照理讲1阶是不能在2阶重复用那个名单的，他把1阶的。提议，然后呢，到了2阶的联署又放进去了8、9成哦，等等，要这个孟凯自己说哈。那另外呢，尤浩、丁学忠、傅昆萁、黄建斌、花莲、台东哦，这个南投哦，那都有死亡联署。那照理讲，那中选会有告发吗？也没有啊哦，所以你就看，比如说刚刚讲说这是这个什么尤浩等等哦，这个死亡联署。也都有50几个、20几个，都不少人啊，并不是还有44个，其实人都不少，不像有的没有，有的是1个、2个、3个也就算了，哦，有可能是联署又死了嘛哈。但是呢，这个50个、30个，这个不可能是联署又死啊，那都不查吗？我贪污1亿叫贪污，贪污1000万就不叫贪污吗？贪污100万就不叫贪污吗？贪污10万就不叫贪污吗？在法律上都是贪污啊，哦，情节也许有轻重，但是都是违法的哦。那怎么回事呢？而且你看哦，这个甚至呢，尤其是这个提议人又变成联署人，2、3千个，比例非常高哎，这人就不能照理讲，第2阶是不能用他们作为这个联署人的，也用哈。我们看一下。过马路前，左顾右盼戴着口罩的国民党主发会副主委黄碧云进入调查局北基站接受约谈。
会不会担心这把火可能接下来会烧到党中央的主发会？这一部分我们这个静候司法调查，谢谢。就算民进党立委罢免案已经确定林建成案罢免立委陈赢了幽灵联署案，检调继续查办，包括黄碧云与国民党原民事务委员会专委李德全都被约谈，检调查案方向似乎从地方烧向党中央。除了绿委罢免案同样涉及幽灵联署，被北检查办的还有放弃送件的民进党新北市议员陈乃瑜罢免案。被检察官带进北检，他是国民党立委罗明才的服务处主任缪维惠，24号深夜因涉嫌违反个资法遭北检声押禁见。至于罗明才助理刘时俊与罗明才助理林姿玲，也同样遭北检声押禁见。另外，罗明才助理陈文元与陈乃瑜罢免案领衔人曾俊，则以10万元交保。高喊团结，一手追杀，人民已经看得很清楚。眼看党工与罢团一个个被搜索约谈，25号上午，国民党立委陈玉珍也代表党中央赴北检告发。相连数的部分，在油耗的委员的部分就有56件那根据中选会自己的说法，只要有1件，他就必须依职权告发，这是中选会自己说的我们就是要看说检调单位你们到底查不查。蓝营主张要讨一个公平，即便罢绿案件已归零，司法攻防战未完待续。来，孟凯。一致标准是我们过去到现在都希望司法来做的事情，但很遗憾的是，在这一次由民进党这边所主导的这整个罢免全台烽火，到目前为止全都是针对蓝营的联署部分。那绿营或者说这些所谓的公民团体他们的一个联署，现在第2阶也已经公布了这样的一个状况，可是有没有做任何查办？到目前为止没有看到。而且更令人遗憾的是什么？中选会在昨天前天就已经出来讲了，不关伪造。中选会是主管机关，他已经自己就定案了，或者说他自己就已经先来射箭画靶了，就是告诉你说这没有跟伪造没有什么相关。那不就是告诉说检调其实是可能也不用查了，或者说我们现在再去做任何的一个告发，其实都是无效，因为连行政主管机关可以自己来出来背书。但我们要问的是，行政主管机关在背书的之前，你到底有没有去做任何的调查？最简单嘛，重复的部分有没有对过笔迹？这是很多人都在讲的第1阶、第2阶好。所谓的公民，你是说就把第1阶的拿出来抄第2阶，并不是当事人来联署，是这是一个很大家合理的怀疑嘛？我们这样讲，他才能补在连续好几个月的时候，其实大家也都很清楚啊。那个时候不是每个新闻报道也都有讲吗？就说第1阶段你签联署过的，你第2阶段其实是无效的。那为什么会有高达好几千份？不是几百，不是个位数。3000、2000这么多，对。如果说1个2个人，我可能我第1阶段签了，我忘记或者说我不清楚，那第2阶段有人在叫我签的时候，我也再签下去，那也许它是一个这个没有无心之过。可是当有2000人、3000人都是这样的时候，你觉得合理吗？再来第2个部分更严重的是重复联署，我们在第2阶段的那几个月时间，也不过就是短短60天。如果扣掉造册时间，可能更不到60天，也许40天、50天的时间。你觉得到目前为止，台湾人我们社会里面会有人忘记说，我今天签了一个联署，过2个礼拜之后又看到我再去签，然后我自己忘记说我自己签了2份联署，那他不会觉得说这是无效的吗？那这2份所谓的重复联署，我的选区有880份。有的选区像正前，如果没有记错的话，2000多份重复联署。那这2000多份重复联署很简单嘛，中选会如果说把2个重复联署拿出来，笔迹一对，是不是一目了然？是不是同一个人写的？那如果不是的话，是不是就是有抄袭的嫌疑？那抄袭的嫌疑背后代表是什么？背后代表的是说它是有名单的，也是一样是系统性的一个犯罪啊。所以我们这样不护短，就是国民党有国民党的一个状况，国民党也接受司法检调现在相关的部分，那也要面对。但一样的道理，当罢免的案的成立到现在有没有一致的标准？那还有丁学忠，他有200多个伪造事项。这是中选会，他那个伪造事项怎么来的？是中选会寄发所谓的那个询问单，说你有没有参与联署？结果那个询问单接到的人再回寄回来，是说他没有参与。而且是抽查，还不是全面抽查，而且还不是全面，而且抽查相对来讲比例是很少的，就有200多份。那丁学忠那个部分有没有查？所以其实你说这么高比例重复，其实是站不住脚的，也是没有办法自圆其说的。但是当目前为止，我们是没有办法水落石出的，因为中选会就已经定案了。所以对于我们来讲是说，我们现在一方面要跟时间赛跑，因为726它已经画一个 deadline，
就是要投票，所以我们也没有办法分身乏术的去要求是说你要查清楚。但另外一个部分啊，就真的只有请大家要出来投不同意罢免了。为什么？很简单嘛。当台湾社会现在已经铺天盖地，都已经变成是说，连民进党的主席都可以跳出来讲，是说我要去除杂质了。那我们民进党的代表还讲什么？还讲说这个不是对于选举人口啦，是思想啦，我们思想的一个调整，思想的一个纯粹，更可怕更可怕！真的，民主的真谛是什么？我不同意你的讲话，但是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这不是我们从小到大都认为的民主真谛吗？但是他现在是讲是说，你的思想如果没有跟现在党中央一致，没有跟现在执政党一致的话，你有可能就是中共同路人，你有可能就是外来敌对势力，你有可能就是我们要斗争、我们要清算的对象。连思想都不给你有不同意见的时候，这不是集权国家，这不是独裁国家，什么才是集权独裁国家？刚刚他提到那个，我很重视这个重复联署哈。因为重复联署就是说你已经联署再联署一次，有些人可能会啦啊，就是我热心，但是这个速度我们看超过1000人以上就有点奇怪了。超过1000的有谁哈？超过1000的有郑正乾2000多，林佩祥1000多，丁学忠1200多哦。然后呢，这个再上来哈，这个黄建豪1000多，然后呢吕玉玲1000多哦，那这个张志伦1000多。哦，还不要讲什么800多、900多，光这个就这么多，就1000多，这不至少你检调查一下吧？哎，你蓝营这样抓又抓的抓，这个关的关，哦，这个搜索的时候，那这些总是应该去查一下，为什么不查？来，其实我都赞成啊，刚孟凯讲的有问题的都查啊。那为什么会重复这么多呢？我跟各位报告一下，就是说哈，比如说我现在第一阶段是。要提2万份出去达标那我可能再提到120或130%的比例这样子以避免有一些不合规定的有抄错的、格式错误的什么之类的，就是这些东西会剔除掉。所以我们大概都是送大概120%到130%左右。那你今天联署的时候，我可能联署到150%，或者是甚至联署到200%那我送的时候是送120%到130%，所以我这中间可能有一些没送，但是当然大家是不是资料整理的那么好不一定啦，就是说我得先上去，结果他们资料就哪一些有送，哪一些没送，有时候就说到底哪一些是对，把首先的话，我今嘛得讲，我唔知影到底上去的。第一阶跟2阶表格是不一样的哦。对，所以一定写的讲。我就是因为我拢有签的嘛，徐委员讲的有可能，我上来无一定嘛，所以我希望我全部拢这个上100。我简单表达一下，这有人下令了，我告诉你了。第一个送件是5月10号，徐新颖不通过，为什么？徐新颖应该要21527件，第2阶段。就他们只收到19521件，所以大概差了不到2000个，2000个，但他一阶是2000多要记住，2天后5月12，邱正金跟陈超明他们应该要23178，结果他只收到20586，陈超明是。那一个是20918，他只收到18818，他不送件，但是他们2个的不送收到的额数，如果把一阶的加上来就过了，所以把一阶加进去了。所以没有，他们这3个人就是通通不送件了，好，不通过了，民进党就来了，以后其他的因为很难写啊，就把一阶的都加上来，就超过了，那超过他就让你补件。你就多了20几天，有时间去补件不是就这样子来。你这个有道理，你讲的也有道理，但是我要讲的是说，国民党罢绿的也是这样子啊，加贼马西安那样，他因为时间到了不够，他就把之前的拉进来，就都被抓，都被查。他现在问的是为什么有双重标准嘛，对不对？其实都不违法了，你知道违什么法？以前也是这样子啊，超过剔掉。没有损害到谁嘛？伪造什么文书？伪造文书要生损害于他人，没嘛？所以我知道国民党、民进党也很多是这样没搞，时间来不及，先把以前的凑进来，反正到时候剔掉再补件嘛。还是有差别的。
这是我自己写，不成案就没有损害哦。这是我自己写，成案的反而是有损害哦。我自己写的就没有所谓的伪造嘛。我在了，如果是抄别人的资料，那就是伪造嘛。那你怎么？当然它有差别，就是说，你看怎样？你怎么知道这些人没有抄别人？没有查，所以要查嘛。我赞成要查，要查。那这没有查，这都没有查，所以他林佩祥在杂志气的是说，林佩祥为什么只查杂志的，没有查他们的嘛？林佩祥我跟你说，不查我没有全部查。好吧，民进党廉政会要求7月30号林岱华说明你这个助理费怎么回事。林岱华说我会全力配合啊，我是冤枉的啊。那另外呢，因为林岱华被起诉，台南市国民党团讽刺他同党不同命哦。那因为呢，有的就没问题，有的就有问题啊。那另外呢，这个邱莹是要选高雄市长，今天呢竞选办公室启用赵天麟去支持邱莹哦。那到底会怎样？那另外呢，这个高雄市长初选说呢，民进党有3个人许智杰是其中一个，许智杰开记者会，赖惟荣去打招呼现在看起来好像赵天麟支持邱莹，赖惟荣跟许智杰好像还可以合作到底怎么样？我们先看一下。高喊政治干预司法，如今民进党立委林岱华因助理费政治现金案遭起诉。对于廉政会24号晚间也开会讨论决议，请他7月30号到场说明。只是廉政会认为，若林岱华涉案情节重大，可能比照郑文灿案停权3年，等于是直接丢了2026高雄市长的初选资格。毕竟高雄初选竞争激烈，除了邱莹莹成立高雄营的竞选总部，不调合体总统跟市长陈其迈25号早上还要举行开幕茶会。前立委赵天麟送上原生百合花，公开力挺邱意莹，这代表着民进党永延会在这次高雄市长初选最后决定了支持人选。身为偏乡选区的邱意莹，选在市区成立竞选办公室，有一个比较在市中心的据点，那也方便跟很多的市民朋友做很多的沟通哦。好吧，我们这里就有2个要选高雄市长的，来智杰你先说，这个他对你有没有威胁？今天这个邱意莹。我想我们民进党的好处就是各自努力了哈，兄弟爬山，最后会团结嘛。那基本上，首先我感情无像恁那国民党啊拍歹感情足歹的，我其实还好。事实是安尼，你较早你看过去国民党分裂拢较歹整合，我民进党意见无共。但是阮选举的时候，我嘛是拢做团结的那基本上这个就是一个比较大的特质嘛。那当然，谁支持谁，那个我们都要予以尊重跟祝福嘛。无一个选举讲你所有人拢支持你嘛，所以其实这个是很正常的现象。那今天其实是我跟邱志伟我们2个要开记者会，我们要开的是就是要争取台积电1奈米到我们桥头科学园区嘛。这是因为那个地点是邱志伟的选区，那因为我对 AI 我会比较了解多一点点，那我们2个其实就打算一起来开这个记者会那瑞龙他是听到他说这样他也来支持当然他也来支持，我们也欢迎嘛所以我是觉得大致上我跟邱意莹跟赖瑞龙，我是觉得我们都还 OK 啦。就选举到的时候，最后的结果不管出来是谁，我们都还是会团结一致的。我觉得那个邱莹今天有这个赵天麟当然赵天麟现在真的有点发福了还是要稍微讲一下，他代表的永延会永延会在我们这个高雄议会里面算是最大的一个刺激团体大概有12位议员，所以说这大家都会争取说他到底是要来争取谁。那虽然说赵天麟他特别讲是他个人的意愿还不注意到这个永延会全部100%大家好像共同挺谁，不过他旁边站了这么多永延会的议员，很多都是要选的，我想他们支持邱意莹来说的话对邱莹来说真的是一个打了一个强心剂我只是觉得有点感叹嘛。过去其实大家觉得最强就是在基层很认真的这个林岱华，结果呢这个时间点林岱华被起诉，邱莹成立竞选总部，我就马上想到那个狄更斯的双城记，这是最美好的时代，这也是最不好的时代，一个人直落天庭，一个人直落天堂，好吧，就是这样，所以瞬息万变了。不过今天他站在这个地方对邱莹来说的确他的声势上会有比较大的一个所谓的好的一个
作用啦。但是就诚如徐姐所提到的，目前来说，他们3位以前是这个3打1，现在是3抢1，好不好？就是这样，因为以前林代化的部分里面，他们大家都要协调。不过我想林代化因为有这个官司，对大家以高雄地方来说，即使他的基层很好，但是呢，面对这样的一个官司，我想他的整个的实力，还有对于他未来的整个的选战来说，是面临非常大的挑战。有可能自己出来选吗？不可能，因为以民进党的这个文化来说，出来选的大概都不会有得到好的结果。我也不觉得他会是如此。我觉得他能够保住他这个立委的职位啊，搞不好是目前比较是重要的。那至于剩下的3位到底要怎么样，我都说这都是立法院的同事，我真的老实讲，都是立法院的同志，彼此的差距都不会太多，还是要看背后他们所各自代表的大人到底是谁，那这大人之间到底要怎么样去瞧？我觉得这才是他们最后谁能够出现比较大的一个缘故啦。人家高雄在选市长，跟你们台南什么关系？什么同党不同命啊？还台南市国民党还出来仿制？你要问一下民众党也是觉得很不公平啊。我们很清楚，他们砍得刀刀见骨啊。陈廷辉跟林俊宪怎么砍的？所以他们台南市这些议员就很清楚林代化怎么被整的嘛。好，那你今天如果刚刚他们2个讲的，其实我都有一点点意见。林代化现在是生命攸关的就是一个存亡之战哦。收押这么多人，你看可能判无罪吗？你的立法委员还能保得住吗？此时此刻啊，唯独就是背水一战。好，那你背水一战，现在6月起诉了。那明年他们大概3、4月会提名了。那在3、4月之前提名，如果你背着就是说我不惜脱党参选，脱党参选就是要玉石俱焚的，没不好。这个时候民进党会来谈判，说还算你不要选了，不会，这么你生不会，他要逼他谈判，但民进党现在把司法用的这么淋漓尽致。他在8个月，就明年3月以前宣判你10年以上，你就自然连立法委员连什么的参选资格都没了。所以他要还没定验哦，所以他不要坚持要选。所以他要去谈嘛，他不就刚刚志恩讲的，你不要再当面弄的。赖清德是这样，你当面弄的让我下不了台，你的败呀啦。所以他应该来问我一下，就怎么去跟赖清德就是说选你做代表他去谈。你看民进党是不是也有人一样是助理费啊，也卡到了，都不讲话啊。他们就在讲那个林怡锦啊，他不是在讲市长初选比市长初选，他是在讲助理费比助理费。为什么？同样助理费了。林怡锦还能当林俊宪赖清德的真正属意的子弟兵的总干事，林俊宪的总干事。那所以林代化为什么要被司法对付？所以他们的意见其实林代化可以听一下。那这样的话周旋一下，也许你看柯 P。对，我就讲说，其实从林代化的案子，完全可以看得出来，现在的司法就是双重标准，而且完全没有比例原则。你看到这一批那么多的国民党的这些党公职被叫去一个一个讯问，一个一个声押，一个一个收押。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生态跟环境？那我们再来比较一下林代化跟柯文哲好了。林代化他现在呢被起诉的原因是他诈领了1500万的助理费。好，这个相关的金流、通联记录或者是相关的东西是有的。柯文哲有什么？1500小审，然后把他羁押了9个月之久。那我们刚刚说到林怡锦，到现在都没事，还有怎样的双重标准呢？例如，之前也想要选这个高雄市市长许明春，他在劳动部的任内，他是违法挪用了7000多万元呢，到现在北检查了吗？然后呢，继续来查谁？黄国昌。黄国昌在质询的时候呢，拨了一个示范袋，然后也在告他伪造文书，而且北检已经分案调查，已经开始要传唤人喽。所以我们已经看到了司法，这个民进党用他们的司法来当做一个工具，真的是无所不用其极。刚刚我又听到了许智杰委员他说了一个团结，但这个团结听起来真的是让人胆战心惊哦。刚刚从我们一连串的讨论，我听到几个字：净化、杂质、过滤、清除，脏东西不干净。这听起来就很像是纳粹过去在清洗人种的样子。然后我们再看到这个赖清德总统，他这次缺什么补什么。我其实去
审视了一下他昨天的稿子，他一共讲了46次的团结。他其实是一个疑心病，我感觉非常重、非常没有信心的一个总统。他觉得人家都不要跟他团结，但原因是什么？比方说，他们叫终极的配偶要回去拿一些证明来证明自己对台湾是没有异心的。比方说，他们自己的民进党的立委一直在说，这些台商或者是相关的人去中国都是等于统战，因为你一直去塑造一个二元对立，然后呢去切分出你跟我。社会学当中去切分他者的时候，其实就在界定主流跟非主流。当你要把有些人界定为是他者的时候，不是我们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去塑造团结。所以我想说的是，其实赖总统昨天说了46次团结，但是他其实在塑造对立，非常清楚。你刚刚讲那个黄国昌质询被怎么起诉是吧？被他案不是，他现在在调查，分案调查。立法委员在质询是有绝对免责权的。是啊。你怎么可以再调查他呢？而且还告他伪造文书。他在立法院开记者会，也许不是有绝对免责权，但是我在质询的时候，我是有绝对免责权的。就要再回来。好，那么史哲今天到立法院去高铁啊，他说呢，这个会做得很好。那个郑光远，那个高铁董事长到台铁，一个月薪少20万，他说没委屈那是假的了。你问他太太看有没有委屈那另外呢，史哲说高铁现在需要综合性管理人才，我虽然不是交通人，我是综合性管理人才，我什么都可以管那另外呢说呢，这个公开考试一样，2027年要交卷，现在2025嘛，为什么呢？说因为高铁有几个计划了引进新的列车了。基础设施的韧性啦，数位数位转型啦，然后呢，本土厂商提升产业能力啦，然后呢，环境啦，将这个职场环境要给它优化了那另外呢，连接地方共生共创的这个商机了等等反正呢，7月1号开始要增班了因为现在说在尖峰时候呢，这个周末尖峰时期可能班次不够了那交通部长。说呢，史哲如果放在民间，大家都会抢他，会很抢手我们看一下。小心后面，小心大哥，小心后面，小心后面。压线抵达，从进门到入座，高铁董事长史哲闪避回答，只听到连喊谢谢2字。来，谢谢，加油啊，加油啊！够力了。不忘先跟赵伟打招呼，因为这是史哲上任后首次到立院备询，在野党磨刀霍霍。营业费用大概成长的大概在5%之内。错，营业费用2023年166亿，2024年186亿，成长12%，对自己的业务要熟。出考题财报上的内容看来没有过委员这关，因为他担任高铁董座被质疑没有交通背景，根本是空降酬庸任派。我帮忙董事长回答的所有备询人员，一定要尊重主席。不要把它当成这里是菜市场。史哲提出高铁2.0计划，新购列车增设月台门，今年第4季要再增班。据原本的高铁董座郑光远转任台铁董事长，月薪从39万降到19万，被认为是降调。没有委屈，一棒接一棒这个一直要接一棒，我相信接棒的都会非常棒，希望更做得更好。运输界老将对史哲有信心，但是否是才是所检验中。我觉得这个史哲当然我以前特别讲过，他在高雄当副市长或当文化局长的时候，其实有非常多的 idea， 都有非常多的点子。他也是新潮流里面真的是一个大将了所以他是靠他的创意来。可是他到文化部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很惊讶，因为他在文化部的时候，其实做了几个措施，特别是有在他目前里面有一些的霸凌案，还有特别是花了非常多钱，然后呢，对于他的一些不管是请的非常多的钱，然后只办了1-2场比较大型的这样一个活动所以说还是会有很多人对他，因为我们自己办公室里面就接到非常多的一些对于他对跟部属之间的一些关系收到一些很多匿名的陈情信还来不及处理他就离开，变成政务委员。那他这次到这个所谓高铁我说实在的，民进党他其实不太重视这个专业，当然他已经选定了，然后你就开始有非常多的包装会进来。那真的是如果你很重视专业的话，我说我们那个郑叫什么郑光远，说实在的，真的是有能力的人，你就应该去处理
真的需要来处理的台铁。台铁目前负债是非常的多的，高铁是赚了140亿，台铁是负债100亿。你应该把最有能力的人放在是应该去处理要解决的。你怎么可以把一个行的人去放在一个已经蛮稳定的，然后来说你要去就是你如果认为指责那么好的话，对你如果讲了这么多，你就该去处理这个问题嘛，对不对？所谓的坐育英才，那英才都已经是英才，你干嘛坐育？你就是应该像个外科医生，你们去真的叫名医，就是应该去开那个完全没有人可以处理的事情，这才是一个符合正规嘛。所以我真的认为说，我也不相信民进党的专业。如果说以他们所用的这个酬庸性质，以专业这个部分，实则会出任这个所谓的高铁的董事长，我还是给他一个机会来看看他能够把高铁站成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吧。我先补充一下刚才的就是说好像是听赖清德的就不会被法办。不听赖清德的就会被法办，我觉得这样子讲真的是太偏颇了。我举几个例子了哈。林义勤其实他是民进党的立委，黄少廷是国民党的议员，以前的潘怀忠是新党的议员。我觉得他们的共同，我自己猜了哈，他们的共同就是认错检讨改进还钱，没有犯例请求轻判。这个是他们对于这个案子在处理的态度啊。现在的民进党的陈怡君也还在收押当中啊。现在国民党的陈翠兰在我们凤山的，现在已经在监狱里面啊。现在的高虹安现在也是还在判决当中。其实我讲过，我在这节目我也讲过，认错检讨改进还钱，请求轻判没有犯意。其实这本来就不是一个很大的事情，但是你越是说我一点都没有问题那其实像我就一直讲，高虹安那个40几万真的是小钱所以只要用这个态度，就说他是用饭后态度去决定。林立锦我觉得他也是一样，黄少廷你看国民党的也是进去以后他也有还钱嘛，还钱以后他就出来了。所以我是觉得这个是根据事实，而不是根据是不是挺赖。我觉得这样子讲太偏颇。你讲这种话，赖清德会喜欢你。那个，不过我跟你讲，潘怀忠我是了解了。潘怀忠因为那个钱，检察官有说都没有花在自己身上，对，潘怀忠是新党的嘛，他全部用在办公室。对啊，他也是出来这个这样。法律就是讲求事实，而且不要两套标准，不然人民永远无法信任司法。我觉得这件事情还是非常重要。还有就是一个国家的总统，如果整天口口声声的说要团结，结果呢却是要把人家驱之于后快，然后一直称别人是杂质，到底谁要跟你团结啊？南京。赖清德，我看他因为当然龙介兄比我更熟赖清德了哈。我觉得2020他跟蔡英文的那个初选对他的伤害非常的大，而2019，我觉得那个对他伤害太大了。他呢没有想到说他过去都没有输过竟然你们在党内这些人呢都背叛我，然后赖清德呢用国家机器去监视他。蔡英文呢？蔡英文又监视他，把他打败，所以他现在这次的用人呢，就要10足10的自己人，他才会相信。龙吉兄是不是这样？潘孟安就是一路挺他2019年挺到最后的，就是这样。对，他们现在都是用非专业的干掉专业的，没错。李正章去接台湾今年就是干掉施俊吉，所以施俊吉有骨气，不要为我安排，我就走人了。郑光炎你是专业的你就委曲求全，这不一样的。最近看到一个民调就是520之后1年的施政，普遍国人对于赖政府